嘿，大家，你现在收看的是 Olivia OO， 我是 Olivia OO。我在看完《伯杰顿家族》第2季之后，就一直很想要做这一集。它里面的服装设计可以叫做帝国受邀紧身连衣裙，这样子的设计，从图片上看起来，他们最大的特色应该就是在胸部以下全部都是裙子，然后会在领口跟手肘的部分露出部分的肌肤，有时候还甚至会用衬衫盖起来。可是在现代化的版本里面，他们做了一些改良，让露出来的肌肤比较多，然后也做了一些更精致的设计。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它除了在袖子跟裙子后面会做一些抓皱之外，其他地方都是算很平整的。我想保留他们这样子的特色，但是做得更简约更现代化。线上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免费模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上去下载。虽然有免费的模板很方便，但是我还是想要画自己量身定造的模板。首先先画出中线跟胸部两端顶点的1/2距离，接着按照个人喜好去调整自己的领口要多低，然后肩带要多宽，以及这个上半身的部分要多长。我大概是取到胸部下缘往上大概3公分的位置，接着取1/4胸围往上连接到袖子口，往下连接到胸部下缘，画出这样子的形状。然后我们要在腋下两侧跟胸部下缘的地方都画一个领绳，这个部分因人而异。如果是帮小孩子做没有胸部的曲线的考量的话，那就是不用做。那如果你胸部比较大的话，这个重叠的部分的话就要拉比较大的距离，然后把多余的线擦掉，加上1.5公分的缝缝，在中线除外的地方就完成了上版前版的部分。接下来画背板的部分，首先先画基准中线跟刚刚前版肩带两端的位置距离除以2的这个基准线，接着在中线往下2公分或者是1.5公分画出这样子的弧形。接下来描绘前版已经画好的肩膀跟袖子口的弧度，最后直接连接下面跟右边的端点，画出一个垂直的角。因为我们要在领口这边做一个领绳，所以下背部的曲线要再往下移一点。这个领绳跟下面夹的这个距离因人而异，只要确保两侧结合的部分是可以跟前版扣掉领绳之后的长度一致就可以了。同样的，除了中线对折的部分之外，其他的边缘都加上1.5公分的缝缝，那背板就好了。接下来要画蓬蓬袖的模板，首先测量肩带的位置，一直到你想要的袖子的长度的这个距离，还有整个袖子的在上胳臂这个宽度、这个围度的1/2长，以及腋下的部分的长度，最后画了一个很像溜滑梯的这个形状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做出超蓬的效果的话，你可以像这样子把它们切开，然后再重新拼贴到一张纸上，画出类似这样子的形状。同样，除了中线之外的地方留1.5公分的缝缝，那袖子的版型就做好了。接下来按照刚刚的模板剪裁出你需要的前版、背板跟袖子。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3公分宽的包边带。布料以斜切的方式之外，这个包边带在连接缎带跟缎带之间也是缝在45度角这个地方，这可以避免它在反翻的时候有过多的布料重叠在同一个地方。把多余的布料剪掉之后烫平。接下来标记领绳的记号，用大头针稍微固定之后，我们要缝这个领绳。
重复相同的步骤，把前板跟背板所有的零绳缝合在一起。稍微烫一下零绳的部分，等一下会比较方便缝合。接下来我决定要先缝合前板跟背板，但是后来想了一下，应该是要先做好上下板的结合，再做前后的结合，这样等一下在缝合拉链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但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差。我们要在所有领口跟袖子口有弧度的地方先缝一条平针，让它固定。等下才不会因为结合的时候有一些拉扯，造成一些误差。接下来就用包边带来收拾领口，在头的部分我先往内翻折了1公分，然后沿着领口的边缘缝合在1公分的位置上。包边带的正面应该是要对着衣服的正面，可是那时候我对到背面去了，所以最后包边带会裸露在衣服的外侧。你可以选择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让包边带最后收拾在衣服的内侧，比较好看。包边带在缝合的过程中，如果遇到90度的转角的话，要记得多留一些布料，让它反翻的时候比较好翻，避免在布料转弯的时候有过多余的布料重叠在一起。我们可以在有弧度转弯的地方，在缝缝上剪一些小缺口。包边带朝着另外一端往内翻折2次，缝在这个边上，这样领口就做完了。再来做领子的部分，我有稍微拉宽，因为我等一下要做抓皱，所以首先我们先把领子这个高缝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边缝一个针距比较大的平针，等一下要做抓皱。在袖子的下摆的部分，我想要用包边带来做收尾，这样可以跟领口的设计一致。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留一个小缺口做一个选择，可以放或不放一条松紧带，让它做出一个泡泡袖、蓬蓬袖的感觉。最后我选择不放。再来把抓皱的部分调整到跟袖子口结合处是一样的长度，就可以做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的结合。试穿之后没问题，就可以用之字形收边。我把最多抓皱的部分留在后面，所以背板这边看起来会比较多皱褶。重复相同的步骤，把这个另外一边的袖子也结合上去，然后把皱褶都放在后面，那上半部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下半部的结合。按照刚刚说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要在前背板结合前就做好。下半部的高就看你的衣服想要多长，至于长呢，就是看上半部要结合的这个长度是多少。再来我们缝合左右两侧。等一下我们要在左侧放一条拉链，所以这边用之字形收边，但另外一边要分开来做之字形收边。缝好之后，左右对齐，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跟上半部结合。这个步骤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拉链装上去了。那么就把隐形拉链正面朝下，像这样子对齐刚刚的缝边，然后缝在这个缝缝上。因为是上衣，所以我决定开口朝下。如果是裙子的话，你可以考虑开口朝上。缝完之后，确定它没有歪掉，就可以把刚刚的缝线拆掉。
在拉链的尾端，也就是腋下的部分，我也帮拉链跟袖子做了结合。那么最后我们只要把拉链的尾端长到下摆这个往内翻折2次的缝缝里面就可以了。所以整个下缘、整个下摆往内翻折2次，缝在边上，那么这件衣服就做完了。我也另外做了一件中长版的洋装，就像刚刚说的，上下版先结合之后再结合前后版，再放拉链是比较方便的。那拉链这里开口朝上，除此之外就是裙子的剪裁方法会跟上衣的不太一样。这件袖子的下摆我另外结合了一个5公分宽的缎带，2种不同的设计就提供给大家参考。